大家好，我是 Tony， 我现在在我家附近的玉成公园。这2天天气不好，所以没有出游。今天就来玉成公园这边 Tony 开讲。我今天讲的主题是源自我最近查阅台湾宝图的时候得到的一些启发跟灵感。日本时代从1898年到1904年对台湾进行全面土地调查及测量，完成之后的地图就命名为台湾宝图。是现在常被参考引用的一份台湾古地图。然而，事实上，当时日本政府大约只测量完成台湾土地面积的67%，大约2/3的面积而已。台湾本岛中央的原住民区域并没有进行测量。为什么不测量呢？是因为有安全顾虑，因为名义上这是你的领土，但事实上你没有管辖权。所以，1895年，日本一开始是只有统治2/3的台湾而已，后来才逐步的统一台湾。1933年大分事件结束时，当时台湾总督府称大分事件布农族的领导人拉合阿雷为最后归顺藩。这时距日本统治台湾已经40年了，而日本时代之前的大清帝国，事实上只统治半个台湾而已。更早的正式荷兰人、西班牙人也都只是有效统治台湾的一部分区域而已。真正第一个完成统一台湾的政权是日本帝国。所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将台湾的历史分期分为史前时期、荷西时期、明郑时期、清领时期、日治时期、中华民国时期。这样的分法只是一种主流的历史观而已，事实上不能作为一种标准答案。因为台湾的历史并非如此。例如台湾宝图就证据确凿地告诉我们，台湾的原住民高山族，他们的历史并没有荷西时期、明郑时期、清领时期，就直接从史前时期跳到日治时期了。所以如果我是原住民历史学者，受邀参加教育部历史课纲审查会的时候，我会主张将这些历史分歧废弃。那我会提出我对台湾历史分歧的看法，就是分为史前时期、分裂时期、统一时期。分裂时期就是有荷兰人、西班牙人、正式政权，还有大清帝国，分别前后曾经占据台湾一部分的土地，与原住民展开对峙。然后是统一时期，统一时期就是日本帝国时代，还有中华民国时代。但是这样的历史分歧，金门马祖的历史学者一定会反对，因为金门马祖不但没有荷兰时代，也没有西班牙时代，有过短暂的正式王朝时代，但是完全没有日本时代。而以澎湖来说，也有例外。例如马公国小的老师在上课时说，荷兰时代从1624年到1662年，统治了我们38年。或许会有一个有历史见解的小朋友会举手反驳说，荷兰并没有统治澎湖，只有占领澎湖2年而已，从1622年到1624年，所以我们澎湖并没有荷兰时代，也没有被荷兰人统治38年。如果这样的情节是发生在我的小学时代，那这位同学可能会被老师臭骂一顿了，因为我们那个时代是填鸭式教育，历史课本告诉你的标准答案，你就要记下来，不能质疑它。但是现在的历史老师可能就不一样了，他可能会赞美这位小朋友有独特的看法，是因为他知道历史学是一种人文学科，是培养一个人的历史见识，是要教育学生具有历史思考能力，而不是记背的能力。如果我们把历史想象成是一座山，那么每个人对这座山的观感当然不同，因为站在不同的位置，横看成峰，侧成岭。登山时，各自经历了不同的登山路径，感受到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历史观是横看成峰，侧成岭。但是像我这种年纪的人，成长于威权戒严时期，接受的历史教育是填鸭式的教育，就很欠缺人文的思考。以我自己为例，我以前在旅行的时候，遇到日本里番的一些景点的时候，或多或少，甚至理直气壮地批判日本人在镇压台湾的原住民。这是因为从小教科书就是这样教导我，
可是等到我年纪渐长，见识渐多，我就不会单纯的这样评论了。因为当我这样批评时，其实就像是孤丘比某位，是刮别人胡子，却没有看到自己满脸胡子。因为日本时代的李藩就是大清帝国时代的李藩，日本政府只是继承大清帝国的遗志而已。日本军队前进雾社，在仁子关遭到赛德克族的袭击。假使大清帝国继续统治台湾，清军走到仁子关，仍然还是会遭到赛德克族的袭击。日本帝国在台湾的李藩，在台湾各地山地留下了许多忠魂碑，纪念殉职的日本军警。一如大清帝国开山李藩时代，在台湾各地留下昭宗祠及清军古墓群。但是为什么我在历史现场，我脑海里只会想到批判日本政府，而却没有更深层的思维呢？这是因为我年轻时接受的历史教育，告诉我沈葆桢、刘铭传的开山抚番是新政，是大清帝国积极经营台湾的开始。而日本人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教科书就说日本人是在掠夺台湾山地资源。很明显的事实是，台湾原住民激烈的反抗大清帝国，也激烈的反抗日本帝国。很明显的事实是，大清时代的汉人是支持政府的李藩，而日本时代的汉人也是支持政府的李藩，因为这样汉人才能顺利的向台湾的山区拓垦，将原本的土牛沟转换成后来的浪漫台山线。所以你不会有机会读到史料提及日本时代汉人与原住民并肩作战，抵抗日本政府的李藩行动。你会读到的都是汉人站在日本政府的那一方，协助日本政府李藩。我这样的观点曾引起少数人批评我，你是在替日本开脱责任，你是在美化日本殖民统治。但其实是你不懂我的心。我为什么不再批评日本政府的李藩？是因为日本统治台湾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式了，已成为历史沧桑。现在是汉人在统治台湾，批评日本政府的作为，并不会改善现在台湾原住民的处境。如果汉人还自以为大清帝国的开山李藩是正面的，那么台湾原住民的处境仍然堪忧。就像我曾经造访过阿里山、太平山写过的旅记，介绍日本人开发台湾森林的历史时，总会有人留言批评说，日本人很恶劣，砍光了台湾的森林资源。而当我提出具体的数据，告诉他说，其实国民政府时代砍伐的森林数量比日本时代多了好几倍，更造成台湾森林的浩劫，对方却理直气壮地反驳我说，这不一样，日本人砍森林是为了掠夺台湾的资源，而国民政府砍森林是为了建设台湾。这种历史逻辑，你听了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同样的行为，你李藩就是坏事，我李藩就是好事。你砍树是坏行为，我砍树却是好行为。而站在台湾原住民或台湾快木的立场来看这件事，你们的行为有什么不同呢？日本人很坏，但是不会再回来了。是汉人还在统治台湾，却不知自我反省。那么我继续批判日本人有什么意思呢？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同理开讲，分享一些我的历史感想。当然，每一次我分享历史观点的时候，总会引起少数人对我的无情批评，但我也不想跟他们争辩，因为他们也改变不了我的看法，而我也改变不了他们的想法，那何必浪费时间沟通呢？但是我想提醒这种会留言批评我的人，其实你正在做一件错误的事，而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呢？你会觉得你留言批评我、反驳我、打击我，是想降低我言论的影响力，但事实上效果却相反。为什么？因为你不了解 YouTube 的演算法。当你很认真地看完我的影片，又一再的留言批评我时，反而 YouTube 演算法会认为这支影片被观看的时间变长了，留言变多了，那表示这支影片吸引观众的注意，因此 YouTube 平台根据演算法，反而会更将这支影片推播出去，推荐给更多的观众看。所以你的认真观看及认真留言批评我的行为，反而是在拉抬我，协助我的影片获得更多的曝光机会。这正是所谓的害之，是足以爱之。
所以我给你真心的建议是，如果你不认同我的观点，讨厌我的见解，最好的方式是赶快划掉画面，离开这支影片，也不要留言，让 YouTube 平台的演算法判定这支影片观看的时间很短，就被划掉了，也没什么留言，所以可能是不吸引人或不受欢迎的内容，所以演算法就不会积极去推播这支影片了。你这么做才能达到你真正的目的。如果你很认真的看完我的影片，然后又留言批评我，那么我觉得你这么做只是在为我抬轿，在拉抬我的声势而已。这么做真的很不值得。这是我对少数批评我的人很良心的建议。我今天的开讲就到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